28岁女子确诊胃癌，提醒：冰箱久置的3种食物或是癌症帮凶。今年28岁的小吴，大学毕业后入职了一家公司做行政工作。由于工资不高且需要租房，他在日常生活中尽量节省开支。小吴经常会去超市购买一些临期打折的食品，并且一次性购买很多。回家后将这些食物全部堆在冰箱里，只要没有明显变质，他都会吃完。早前，他开始出现胃痛、胃胀气等症状，虽然吃了胃药后能缓解，但某天上班时，小吴突然吐了几口血，他赶紧去医院检查，结果被确诊为胃癌中期。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后，医生认为小吴患癌与他长期将冰箱当成保险箱有关。虽然冰箱可以保鲜食物，但不能完全抑制细菌生存。长期储存在冰箱内的食物很可能会滋生大肠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霉菌等，而这些细菌长期进入体内，很可能会诱发癌症。此外，小吴一个人住，每次做饭都是习惯做好几顿，放在冰箱里慢慢吃。长期吃剩饭剩菜也会增加癌症发病的风险。冰箱不是万能柜，错误使用风险大。生活中，很多单身人士做饭时习惯多做一点，一次做好几天的饭菜放在冰箱里慢慢吃完。但冰箱并不是万能柜，有些食物放冰箱里太久，反而会滋生细菌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8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医师左晓霞介绍，隔夜菜内的营养价值会大量流失，且容易滋生细菌，对于胃肠道功能不好的人来说十分不友好。隔夜菜内还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，亚硝酸盐本身不致癌，但其进入胃部后会与蛋白质反应，生成具有致癌作用的亚硝胺，长此以往可能会诱发胃癌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病科主任盛吉芳主任医师强调，切不可将冰箱作为保险箱。在冰箱内放置食物超过一定时间，会让食物失去原有的风味和营养价值，还可能会滋生李斯特菌、沙门氏菌等，食用后很可能会得上冰箱病，对健康威胁很大。尤其是以下这3类食物，不要存储在冰箱里太久，很容易吃出毛病。主食类食物，如花生、玉米、大米、小麦等，这些食物内的淀粉含量较高，很容易发霉，而发霉的食物内会滋生黄曲霉素，其具有很强的毒性和致癌作用，进入体内可致癌。坚果类，如核桃、瓜子、开心果等，和主食类食物一样，坚果类食物也很容易发霉，滋生黄曲霉素。海鲜类，如鱼虾、蟹、螺等，储存时间太久会让内里的溶性蛋白质大量流失，还可能产生氨、硫化氢等有害物质，食用后容易导致身体中毒。另外，长时间储存的海鲜还可能滋生李斯特菌，进入体内后会导致腹泻、发烧、中毒以及组织感染等。日常做好这4点，远离毒冰箱。冰箱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电器，但很多人用冰箱的方式并不正确，这样很容易给健康带来一些隐患。在使用冰箱时，一定要注意做好以下几件事。生熟食要分开存放，生食和熟食要注意分区域存放，建议将熟食放在最顶层，半成品放在中间层，底层则放生食，这样做可避免生熟食物交叉感染。熟食最好独立包装。食物冷冻时长不同，主食类食物一般建议放置时间不要超过4天，水果7天内要吃完，鱼类是1到2天，肉类冷冻可以放半年，鸡蛋可放1到2个月，乳制品不能超过1周。食物间应留间隙，冰箱内部存放食物时要注意，不可以存放过紧、过满，要适当留一些间隙让空气流通，这样做可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和减少能耗。冰箱需要定时清洗，冰箱要注意定期清理，发现食物有腐败、变质及时丢弃，避免累积其他食物。此外，隔一段时间就要把冰箱内壁各个角落进行清洗，保证内部的清洁。早期胃癌不痛不痒，5个症状要警惕。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2022年全国癌症报告显示，我国胃癌发病率、死亡率均位于所有恶性肿瘤的第3位，每年新发40到50万例，其中年龄30岁的患者占比 7.6%， 发病年龄越小的患者，恶性程度也越高。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，
早期胃癌70%以上都没有明显症状，但随着病情的进展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蛛丝马迹。从胃病转变为胃癌的过程中，一般会有以下5个症状：一、上腹出现肿块，在心窝处能摸到质地坚硬、挤压疼痛的包块，一定要高度警惕。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包块会越来越大，逐渐累及胸背部、胸骨后方区域，不适感也会进一步加强。二、疼痛性质改变，胃炎、胃溃疡等良性疾病的疼痛性质都有特点，如胃溃疡一般会在饭后1小时出现疼痛感，如果疼痛的性质发生了改变，变得毫无规律，一定要警惕可能是癌症来袭。三、黑便，在排除生理性、药物因素所致的黑便后，发现黑便持续存在，很可能是胃溃疡发生了癌变引起。四、体重下降，没有刻意减肥的前提下，短期内体重下降超过10%，一定要警惕可能是癌症来袭，因为癌症会导致患者身体对食物的营养吸收出现障碍，且癌细胞也会不断与正常细胞抢夺营养。五、烧心反酸，烧心一般会出现在胸骨下方，感觉像点了一把火，有明显的烧灼感。长期的胃酸反流会给食道黏膜带来较强的腐蚀，时间长了可能会导致癌变。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胃肠肛肠外科主任傅卫华表示，胃镜是诊断早期胃癌的金标准，建议幽门螺杆菌感染者、癌症高发地区人群、有过往胃病病史、家族内有胃癌病史以及长期饮食不健康的人群，都要尽早进行胃镜检查。饮食与胃癌的发生息息相关，日常一定要避开一些不正确的饮食模式，避免因此而给健康带来难以挽回的后果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。四、冰箱使用的常见误区及正确方法。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，冰箱的使用中还存在一些常见误区。了解这些误区并采取正确的方法，可以进一步降低健康风险。一、冰箱温度设置不当。很多人认为冰箱温度越低越好，但实际上冰箱冷藏室的最佳温度应保持在3到5度之间，冷冻室则应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。过低的温度不仅会增加能耗，还可能导致食物部分营养成分流失。二、食物未冷却就放入冰箱，热食直接放入冰箱会增加冰箱内的温度，导致其他食物的保存环境受到影响，且容易滋生细菌。建议食物冷却至室温后再放入冰箱。三、不同食物混杂存放，不同食物的保存条件不同，混杂存放容易导致交叉污染。建议使用保鲜盒或保鲜袋分装不同类型的食物，并在存放时标注日期，确保先存先用。四、冰箱门频繁开关，频繁开关冰箱门会导致内部温度波动，影响食物的保鲜效果。尽量减少开关冰箱门的次数，取用食物时尽快完成，避免长时间敞开冰箱门。五、忽视冰箱密封条的清洁，冰箱密封条容易藏污纳垢，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。定期清洁密封条，保持其干净，可以有效减少细菌污染的风险。五、合理饮食，预防胃癌。除了正确使用冰箱，合理的饮食习惯也是预防胃癌的重要措施。以下是一些饮食建议：一、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。新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有助于提高免疫力，预防癌症。尽量选择当季的蔬菜和水果，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。二、控制盐的摄入。高盐饮食是胃癌的高风险因素之一。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，避免食用腌制食品，如咸菜、腊肉等，减少盐的使用量。三、避免过热、过烫的食物。过热、过烫的食物会对胃黏膜造成损伤，长期食用可能增加胃癌风险。食物应室温食用，避免烫嘴。四、定期体检。定期进行体检，特别是胃镜检查，可以早期发现胃部病变，及时采取治疗措施。对于有胃癌家族史或其他高风险因素的人群，更应重视定期检查。六、节语。小吴的案例提醒我们，冰箱并不是万能的，错误使用冰箱可能会带来健康风险。正确使用冰箱，合理储存食物，注意饮食卫生，是预防胃癌等疾病的重要措施。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吸取教训，养成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远离疾病，保持健康。